别那么嚣张，送你一段话：跟我较量，你撑不到半个回合。打完比赛，我帮你准备好骨灰盒，大一点的送给你。中国小伙太膨胀，竟然当众羞辱新疆选手沙穆哈尔，并且还准备了一个骨灰盒要送给他，不就是拿到了一个8连胜战绩吗？怎么能如此狗眼看人低？殊不知，这位新疆同胞是一位人狠话不多的狼人。为什么称他为狼人呢？那是因为沙穆哈尔比狠人还要多一点。12战11胜的战绩也是让沙穆哈尔成为了全场的焦点。他的战力技术虽然不是很强，但他的柔术摔跤可是数一数二的强悍。一旦进入到地面缠斗，沙穆哈尔将会立即进入到战斗状态。赛前要送给沙穆哈尔骨灰盒的小伙叫尹帅，他是从自由搏击的领域转战到 MMA 综合格斗，自身的战力击打技术相当之彪悍。之所以能获得恐怖的8连胜，就是因为尹帅在战力击打拥有超乎常人的统治力。两位年龄不大的小伙子都有着傲人的连胜战绩，这一战将会在两位高手之间分出一位强者。话就不多说了，来让我们欣赏一下两位的高光时刻。请长按3秒点赞。比赛开始，尹帅的进攻欲望非常强烈，毕竟这是在尹帅最擅长的战力击打的领域。然而沙穆哈尔可是一位柔术摔跤高手，在没有进入到地面缠斗之前，沙穆哈尔需要稳住尹帅的心态。看似沙穆哈尔时时刻刻都在猛压尹帅，其实沙穆哈尔实施的战术叫已经为退，整个身体都处于紧绷的状态，不管是主动出击还是防守反击都能完美施展出来。晚上出场，目前为止出场所有的哈萨克选手都已经获胜。是的，尹帅之前呢可以说是极少能够去遇到像沙穆哈尔这样的对手。确实是他职业生涯当中遇到的第一个哈萨克的对手。是的，非常漂亮迎击。是，尹帅呢是非常敢于用对手的长板来去可以说是直面对方的长板。是，那么有的时候我们看到网络上也是有些不同的声音。连续的打击，非常漂亮。我看到这就是沙穆哈尔第一次主动下潜，尹帅第一个落点防掉。沙穆哈尔的第一次抱摔竟然被防守住了，然而沙穆哈尔并没有打算放弃，则是继续抱着尹帅的大腿。其实沙穆哈尔心里比谁都明白，一旦将尹帅带入到地面缠斗，尹帅将会立即丧失最基本的进攻。反观尹帅也不是大傻子，怎么会轻易让沙穆哈尔带入到地面缠斗？只要能进入到地面缠斗，就算是沙穆哈尔被尹帅死压制，那也是值得的。能够让沙穆哈尔陷入到这样被动的局面，刚才那个转换呢，真的你放在纯的自由式摔跤比赛当中，也是一个非常高水平的转换。没错，我们看到在同级别来说的话，尹帅的核心力量真的是让所有人都叹为观止。看到双方现在尹帅真的是占尽了优势，沙穆哈尔处于劣势。现在尹帅想要做一个前弧颈，直接拉倒断头。现在在绳网旁边呢，不知道有没有啊？这个位置我们就要看一下，而且尹帅现在这么早去做断头啊，对自己双臂的耐力是一个。沙穆哈尔很快就从劣势转换成了优势，不愧是新疆的摔跤王子，只要进入到地面缠斗，不管是处于劣势还是优势，都能慢慢将优势扩展到最大化。此时的沙穆哈尔开始折磨尹帅，被压制的尹帅任何动作都做不了，唯一能做的好像就是防守，不然沙穆哈尔很快就会寻找到合适的进攻位置。接下来所引起的连锁反应，不知道是不是沙穆哈尔想要拿到的一个位置。第一个连锁反应的开始呢，就是尹帅在用断头的时候呢，双臂是长时间的持续发力，肯定会对他的双臂的耐力是一个非常大的考验。没错，这边的话我们看，没错毕竟我们看从身材上和整个的压迫感来说的话，沙穆哈尔可能会更加的强力一些。是的，进入到地面缠斗的尹帅很狼狈，完全就不是沙穆哈尔的对手。不管实施什么样的限制动作或者是防守动作，都无法让沙穆哈尔停止手中的进攻。此时的沙穆哈尔已然在慢慢吞噬着尹帅。赛前嚣张跋扈的尹帅已经丧失了所有猖獗气焰，剩下的就只有拼死挣扎。即便如此，沙穆哈尔所实施的每一个动作都能威胁到尹帅的生命安全，恐怕下1秒就会出现索契降服。在尚未长时间压制尹帅，目前我觉得还是很少有人能做到。但是我们看首回合已经剩下最后的20秒钟了。是的，因为在身高方面呢，沙穆哈尔的身高还要去高过尹帅。没错，上位的砸拳我们看尹帅还是用这样的一个半防的方式其实沙穆哈尔还是有输出的空间。是的，尹帅之所以一直处于半防是因为沙穆哈尔一直就像一个典型的场上已经是达到了一个白热化。是的，那么在双方第2回合一开始呢，特别对于尹帅来说是一个新的开始没错。在第1回合呢，如果尹帅没有那次主动尝试冒险断，第2回合开始了。
回到站立的尹帅进攻欲望很强烈，但沙穆哈尔也不是泥捏的，并不是一位只会摔跤柔术的大蟒蛇。在站立对拼期间，沙穆哈尔展现了什么是顽强的意志力。在拳法的掩护下，尹帅再次遭到了沙穆哈尔的下前抱摔，幸亏尹帅反应的足够快，不然沙穆哈尔就会立即掌控比赛的主动权。但是中间的这 X 维的中间这千变万化，长河是用1、2句话就能解释清楚了。是啊，尹帅这边的话又是再次被沙穆哈尔直接放倒。对于我们之前的100万赏金得主来说，尹帅接下来的时间啊，他该如何？要分秒必争了。没错，因为现在对他来说的话，沙穆哈尔的上位优势，其实他的打法也是非常的明显，但是如何去防止对方的上位长时间压制呢？对，就像李小龙所说的，我不怕练过1万种腿的人，我怕把一种腿法练1万遍的人。没错啊，那句话怎么说？不怕千招会，就怕一招精。是的，这个一招啊，不，尹帅已经被摔蒙圈了。再次进入到地面缠斗的尹帅又来到了他熟悉的龙边位置，要不是有龙边的支撑，恐怕尹帅早就在擂台上睡大觉了。一旦进入到地面缠斗，沙穆哈尔的战斗力就会提升数10倍。在不给尹帅起身机会的同时，还会用各种刁钻招式限制尹帅的四肢，甚至连反抗的动作都实施不了。对于尹帅来说的话，我们看到现在，哇，这个上位下位非常的被动，而且现在这个位置做一个木村，还是要靠木村，想要去转是非常难的，因为现在毕竟处于上位的是沙穆哈尔，现在尹帅首先要摆脱自己处于下位的不利局面。没错，这边的话，艾德别克也是非常的直臂的十字固尝试啊，一个直臂的十字固尝试啊，直接是拉回，没有，是的，没有。这种直臂十字固尝试呢，成型难度呢是相当大的，但是呢，也可以作为一个中转站，可以作为一个想要。虽然沙穆哈尔在地面缠斗无法直接终结尹帅，但可以拖延比赛时间，不给尹帅实施进攻机会的同时，沙穆哈尔全程都在掌控比赛节奏。就算尹帅需要大喘一口气，也要提前给沙穆哈尔提前汇报，不然沙穆哈尔的拳头就会精准无误打在尹帅的身上。总体来说，只要进入到地面缠斗，尹帅就会变成一只没有攻击力的病猫。现在处于下位的尹帅，现在感觉啊，虽然还是非常的镇静，但是呢，时间1分1秒在流逝啊。我们场外的所有的打分的边裁老师们也会明察秋毫。没错。对于尹帅来说的话，接下来的2分啊，或者是第3回合，基本上要破掉对方的这样的一个战术布局，其实还是比较困难。是的，现在对于尹帅来说呢，就是要去破冰，就要去破局。等看，看这个能够进入到本级别的4强，输掉的选手只能够遗憾接受淘汰的结果。是的，那么第3回合开始了。什么叫一招先吃遍天？就算尹帅在站立击打的领域很强，但沙穆哈尔就只知道扬长避短4个大字。在和尹帅展开站立对拼的时候，沙穆哈尔时时刻刻都在寻找抱摔的机会。很明显，尹帅有点畏惧沙穆哈尔的步伐逼近，一旦到了一定的距离，沙穆哈尔随时都会实施抱摔，邀请尹帅进入到地面缠斗。作为沙穆哈尔呢，再加上自己非常强的耐力型摔跤呢，所以说对尹帅来说，第3回合是自己开场的是他唯一的取胜窗口。是我们看到，其实很难看到，目前为止在 JCK 比赛当中还没有见过被逼入绝境的黑豹尹帅，真的是被逼入绝境。现在，因为在第2回合真的是没有办法，即便尹帅可以说是在大海当中啊，他的柔术水平像一个大白鲨，但是呢，沙穆哈尔把他拖到了鳄鱼潭。没错，留给尹帅的时间不多了，真要是再次被带入到地面缠斗，恐怕很难扳平比分，扭转战局。本身尹帅就不占优势，结果还主动和沙穆哈尔进入到内围缠抱。对于已经掌控全局的沙穆哈尔，只需保持稳定的心态与尹帅展开对抗，拿下比赛胜利应该不成问题。破局的方式还是集中在站立。是的，扫踢不要用扫踢呀！一旦啊，真的要沾衣18跌。没错。那么其实就像上一场比赛加拉斯去对阵尔格勒一样，其实就是抓住对方的这样的一个踢击的方式，起腿半边空，直接是把你带入到地面当中。是的。现在看到尹帅再一次的被逼到了下位，沙穆哈尔在上位。时间越来越少，留给尹帅的时间只有短短的3分多钟。今天晚上真的会成为 JCK 开赛以来最大的冷门之夜吗？再次进入到地面缠斗的尹帅开始慌了，台下的教练也在嘶声呐喊让尹帅站起来，但此时的尹帅已经是有气无力，根本无法实施动作进行反抗。完蛋了，彻底完蛋了！就算尹帅不被当场打废，那也无缘比赛胜利。
不管尹帅怎么反抗，都无法撼动沙穆哈尔一分一毫。看尹帅是贴身，这样的话减少自己的伤害，是相当的紧。现在对于尹帅来说是真的是到了绝境当中。没错，逼上绝境的尹帅，黑豹的连胜会就此终止吗？现在尹帅是成功回腿到了半房，这个回合是刚刚过半，留给尹帅的时间还有半个回合。那么场上的沙穆哈尔现在手臂三角，手臂三角。哦，这场比赛真的是最终沙穆哈尔获得了比赛胜利。尹帅的防抱摔并不是很好，如果每一次都能防守住沙穆哈尔的抱摔，就算沙穆哈尔的摔跤能力再怎么强，那也无法给尹帅制造一丁点的麻烦。视频到这就结束了，咱们下期不见不散。